如果说要我给今年的高考作文押题，我觉得一定离不开俩字儿：变革。你就想啊，过去这一年，我们当中有谁的生活能用一成不变、岁月静好这种词儿来形容呢？那必都是一种暗流涌动一种隐隐约约感觉有大事要发生的样子。那在这样节点一样的时刻，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我们要变革，我们要发展，我们要创新，我们要动起来。如果你了解了这个，首先大的宏观情绪上的你就先把握住了，这就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，肯定就是落实到具体的事例，这就简单了。身边有没有什么能体现变化体现推陈出新的例子，你就往上垒呗。你说最新科技什么 AI 你不懂，那满大街跑那新能源汽车，你家总有个邻居换了一辆吧？你说你不关心这个，你只天天在家刷抖音，那刷抖音也有啊。那去年一年这些博主都干嘛呢？都搁外边旅行呢，去了哪些城市？那城市有什么变化？你的家乡有什么变化？这些都是素材啊。如果你总结能力再强一点的话，你打开那评论区，你就会发现一些趋势。有的人变实际了，有的人变抽象了，大家是更爱花钱了，还是没钱花了？这些都是观点。这再不济，那博主的八卦你总爱看吧，天天看得那么起劲。什么打工人被背刺没有努力了，什么知名演员的演技重新被审视了，这些事件的爆发是不是也意味着某种时代的变化，意味着某种群众意识的觉醒？这些都是变革的一部分。有了事例，就到了最关键的第三步：真情实感，真听真看真感受。你不要写那些个你没有经历过的事儿，写点你有感觉的，写点你关注的。我是最反对我们这种没有文采的人去背这个什么名人名家名篇名言，那一看就是不真实不自然的语言空洞。你就想这阅卷老师一天看800遍那个贝多芬又说啥了他不烦死了？你倒不如用你有限的文采写一些平时的语言，生动一点，讲讲你身边的例子，你的真实感受，那反倒可能让你脱颖而出。那最后一步就是你如何在考场上把这些发挥出来，这就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。在我看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最适合考试？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最能让你文思泉涌？就一个词儿：平静的风感。这么重要的考试，谁不紧张的发疯啊？但是如何平静的去发疯，这就是一种对考试心态的拿捏。当你走进考场拿到卷子的时候，你已经坐这儿了，你在焦虑有用吗？倒不如都转化成你解题时候的那种专注和热情，那种做卷子的快感，你体会过没有？那种和出题老师斗智斗勇之后的会心一笑，你体验过没有？咱们就是要兴奋而专注的去解那一道道题就完事儿了。那是一种心流体验，是忘我，是把大脑再多开发0.1%。这样你做完那卷子，那你一定是我跟你说酣畅淋漓，行云流水。即使有意外，即使有谁要比你做得快了那谁笔又掉地上了，监考老师怎么坐后面看你所有这些事儿就都不再重要了，你都不会再被他打扰了。因为啥呢？你已经成仙了，你已经知道出问题本身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了。谁哪天我们有一天这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吗？每天都得出点事儿。那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就平静的疯起来，加油！顺便告诉你们我当时考语文头一天晚上没睡着觉，然后第二天考语文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直回荡着那昨天晚上听的一首歌，一直回荡。但是我最后还是即使背诵默写忘了，也考了137，啥事没有。跟你说都不是事儿，放心吧。